幸好我还没有成家呢。不过你的态度让我蛮满意的。说吧，你想怎么跟我们合作？或者说，你让我们老板满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那做生意呢，主要还是讲诚意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免费送你们2样东西。我本来不想揭穿你的，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把伊莲骗到这儿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不择手段从伊莲嘴里得到磁带的秘密，那就算你是我的父亲，我一样不会放过你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到底还要在我面前演多久？虎杀！你疯了吗，少言？哈纳德，你当年为了宝藏逼走了我妈，先后派圣男跟迈克潜入了月陀岛，盗取羊皮海图，绑架伊莲，要逼问磁带的秘密。唐纳德，你为了这艘破船，你到底要做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？这句话是谁告诉你的啊？圣男，柯勇，你不用管是谁告诉我的，你已经心虚了，你。对不起，孩子，你已经很大了，我不应该打你。但是你能不能听我说2句？啊？我相信这些话应该是圣男跟你说的吧？我不怨他，你们太年轻，不成熟，很容易被人利用。难道圣男不是你一开始派来的吗？没错。我派圣男来岛上，就是为了打探羊皮海图的下落，但是我并没有让他做坏事，迄今为止也没有做什么呀。后来我安排了 Michael， 但是我低估了他，他的贪财导致他完全不听我的控制，而违背我的意愿。你可真会洗清自己。你应该了解我的生意有多大呀。你的爸爸至始至终就是一个正规的商人。没错，我确实痴迷收藏文物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走私文物的事情。我挣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，我至于那么做吗？啊？少爷啊，我的儿子，没错。正因为我有这种特殊的爱好，年轻的时候我犯过错误，伤害过你们的母亲，我是要赎罪的。但是少爷，这批沉入海底的宝物是你外曾祖父用他的生命和智慧保护下来的，我们家本来就应该有合法的继承权。难道我找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吗？啊？现在的问题是，有外人一直虎视眈眈，窥视着这船价值连城的宝物，而且他以救护队长的身份一直隐藏在你们身边，不仅利用圣男，而现在还利用你。你说柯勇？没错，柯勇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他当过海警，可就在那一段时间里，他打听到了月陀岛宝藏的秘密。少言啊，伊莲为什么昨天晚上突然会给我打电话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柯勇一直在利用他的信任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说服了他。伊莲是柯勇派过来的，你可以亲自去问他。为了宝藏的信息，柯勇不会考虑到会不会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的儿子，你太蠢了！你听信外人的谣传，就跑到身边来谴责你的父亲。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
你的脑子长到哪里去了？喂，喂，少爷，我在信号塔旁边的亭子里，大飞和柯勇正在碰头，你赶紧过来。好，马上到。我有急事，先走了。哎，哎，真是个混小子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你是说，沉船的方位就藏在这首诗里？没错，就在这首望月怀远的诗。伊莲老妈在临死的时候，在遗言里特意说得很清楚：如果要找到这艘宝船的位置，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、相应的天气环境，还有2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才能看得很清楚。所有的资料就藏在这首诗里。嘿嘿 ，Michael， 费尽周折搭上半条命，到头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这么轻易就把这么大个惊喜给我，的确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呐。大飞哥，我刚刚跟你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要合作，合作就要坦白。你放心吧，是伊莲亲口告诉我的，不会有错的。在什么地方？嘘，那儿。他们打了多长时间了？有一会儿了，我不敢离太近，他们很多话我都听不太清。刚才我好像听到柯勇在给大飞念那首诗，望月怀远。好像是。这个秘密是我们拼了命才保护下来的。柯勇到底要干什么？那你这样算不算出卖你老婆呢？哎，千万别这么说啊！什么出卖啊？不算出卖，只不过他当时要我保护，交换条件，互相利用罢了，不能算出卖。兄弟啊，你的诚意真的让我有点小感动了。放心，就这么几句话，回去我一定转告老板。但是，你刚才说，应该还有第2个惊喜要给我。哇，果然比我还贪心啊！开玩笑的，放心，你的诚意越浓，这次合作就越加分啊！我会记住你在这次虎鲨行动中每一分贡献。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这些东西以后再说吧。一会儿你看见这东西，我希望你别吓坏了。羊皮海图。羊皮海图？哎，等等，那张图不已经被烧了吗？有回！可有图呢？那是我的，快给我！烧了。我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，有可能柯勇在麦考来之前就把图藏起来了。他把图跟诗都给了大飞，这明显是在做交易。这张图是真的？难道我还伪造不成？但是 Michael 跟我说过，他已经被烧掉了。如果连 Michael 都骗不过，还怎么骗别人呢？收起这张图吧。那是你做的手脚。那我就真的谢谢我老婆。我刚想着怎么收起这图，我老婆在打扫卫生，然后有个清洁工来收垃圾要拿去烧，我就顺水推舟，想出了这招。你扔了？我有份海图在里面呢，你扔哪去了？被收垃圾的工人给收走了。哎，老公，所有的人都认为图纸被烧了，包括盛楠，所以没人可以怀疑你。
你的狡猾让我有点钦佩了啊！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知道这张图的人太多了，我一定要让这张图在众人面前消失。但是你怎么知道月头岛有沉船的？我以前做过海警，曾经抓过一个走私犯，他要跟我交换条件，我答应了放他走，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。明白了。好吧，说说看，你想怎么交易？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这2样东西的确是真的，但是以我的能力，我没有办法找到宝藏。但是对你们来说，非常简单。所以你们要找到这艘宝船的时候，船上的东西，我全买。你买？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是别的意思啊，不是小看你。你知道这船文物值多少钱吗？我老婆有间很大的上市公司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随便查。当然了，并不是我们独资的，我老婆的其他生意伙伴都有兴趣。正所谓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。看来我推测的没有错。好，很好，省得我自己再去找买家啊。依莲，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怎么样，孩子？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挺好就好。依莲，我想和你一起去看看你的母亲。我知道你们查过我，不过不要紧，做生意这些事，必须要认定对方的背景和身份，这样才安全。但是按照规矩，你得先付定金。钱不是问题，只要你找到宝船的线索，我随时可以给你。少爷，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了吧？不管怎么说，图出现了就是件好事。什么意思？我妈妈用一生保护了这个秘密，我绝对不能让它落到其他人的手里。胜男，帮我把图抢回来。他们要走了。走。你说什么？羊皮海图没有被烧掉？是的，柯勇把他私自收藏起来了。他今天约我，除了告诉我那首诗，就是把图纸交给我。图纸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，老板。还真有些出人意料啊！哼，看来他真想谈生意。我不跟你说了，回来再谈。好。小苏，出发吧。是，走。喂，你们俩在哪儿？在您身后，大飞哥。按您的吩咐，我和天火一直在暗中保护您的。很好，你们出来吧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少爷。看见他就知道了。干什么？糟了，你先走，我引开他们。不行，要走一块儿走。一会儿咱们在你母亲的墓地集合。走啊！没事吧？追，走。
怎么比兔子跑还快？大宝300岁，放心，往上动，快！好的。妈，你知道吗？幸好我刚才拿到了宝图，不然外曾祖父用生命保护的沉船，你用一生恪守的秘密，差一点就被那些虎视眈眈的人用卑鄙的手段盗取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不知道除了我爸和柯勇之外，还有谁知道这个秘密。妈妈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传承你的使命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得到宝船。少爷，你在干什么？图纸怎么会在你手里？站住！这张图早就应该被烧了，还好我从大飞手里拿到了它。原来这一切真的是你的部署。我部署什么了？啊，是柯勇主动交给我们的。什么？儿子，你还要葫芦到什么时候啊？为什么不听爸爸的话呢？爸爸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柯勇本来想私吞所有的宝物，后来看到我们来了，他知道如果他那样做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，所以他就乖乖的跑过来，把图还给我们，负荆请罪，哪有什么交易呀？是，柯勇那么做，我的确感到很意外。那只不过是因为你势力太强了，他不得不屈服于你。你们都为了这张图，你们两个根本没有什么区别。儿子，我说的那些话都白费了吗？啊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妈妈的遗愿就是我的遗愿呐。让我们一起把宝船找到，把里面的文物安全的保管起来，就是对妈妈的遗愿最大的保护啊！可就是为了这条宝船，你把我妈妈逼走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那你今天敢不敢在我妈妈坟前发誓？百合，看看，咱们的儿子在替你责怪我呢。好，我现在就在你们母亲的墓碑前发誓，我唐纳德将会不惜一切，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，保护月陀岛的宝船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去掠夺。当然，我还会用我后半生全部的精力去爱着你们，呵护你们，以补偿我多年前亏欠你们的父爱。如果我唐纳德违背今天的誓言，我一定会。爸，别说了。哥，我们相信他吧。我一直在琢磨，岛上怎么会发生那么多离奇的事情？这更离奇的事情啊，唐纳德竟然是虎鲨。之前啊，什么山鸡呀、竹竿啊，还有那个 Michael， 竟然都是他派来的。呀，怎么？你说这大虎鲨就兴风作浪了，那小虎鲨会不会？你说花少？我觉得他不会站在他父亲那一边。其实，花少很善良，
之前大家互相不了解，他性格又比较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花少最近也在慢慢转变？对呀，你说的是没错。但是大义灭亲这种事情，只适合在漫画呀、电影啊、电视剧里，现实生活中你又见过几个呢？哎，大海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，自从虎鲨来了月头岛，柯队变得怪怪的。少爷啊，咱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在一起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团结一心，把曾祖父撞沉的宝船找到。哎，儿子，你是不是还在琢磨柯勇啊？我没想到他会是这样一个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爸，虽然柯勇他机关算尽，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这么做其实是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。还有，盛南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。是吗？啊，对了，您的手下没有为难他吧？说实话，其实盛南对你有很深的成见。孩子，要说盛南吧，爸爸说一句诚心话，你别不爱听。希望你能够通过柯勇这件事情，应该引以为戒。什么意思？你认识盛南多久了？从我来到月陀岛，时间并不长。你了解他的过去吗？我听他提过。听他提过。我远远比你了解他。知道为什么要雇佣盛南吗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人。虽然没有让他去干过坏事，但是就像Michael一样，有些事情是不可控制的。不可能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为那船宝藏拼个你死我活，盛南也不会那么做。他有他的原则。原则？你知道什么叫原则吗？在金钱面前，除了亲人，没有人有原则。当然，就算亲人，也有犯糊涂的时候。就像当年我对你妈妈的那样。我不想听你这么说盛南。孩子，我知道你爱他，所以你维护他，但是他毕竟是外人，不是我挑拨你们。试想一下，如果盛南真的被柯勇所利用，在宝藏这个问题上站在咱们的对立面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会说服他。说服他？你有这种把握吗？盛南骨子里的坚硬，你是应该知道的。孩子，到时候如果盛南真的犯糊涂，可千万不要怪爸爸手下不留情啊！爸，听我说，母亲的遗愿和你们俩短暂的情感谁轻谁重，你是应该能衡量清楚的。爸，我想把月陀岛买下来。哦，讲讲你的想法。我觉得这是保护母亲遗愿的最好办法。我把它买下来之后，我会拆除所有的设施，不让游人上岛。我要还这个岛一个宁静。把岛清空了，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搅母亲的安息。对，而且现在岛上的游人太多，如果万一有想寻宝的人混到岛上来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一辈子挣了这么多钱，无非是想做一些随心的事情。少爷，爸爸全力支持你，这笔钱就算给你了个心愿。好，那我马上去找贾总。去吧。
谁呀？怎么不敲门？花少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我要找你谈一下这个岛的事情。岛上怎么了？哎呀，有什么事儿去找柯勇，我这正忙着呢啊！我要把它买下来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你买这岛干嘛呀？我买下这个岛之后，不会让游人上岛。岛上所有的设施我要拆除，我不管多少钱，请你尽快给我一个答复。小杨，你先出去吧。我不管你处于什么目的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贾某人在岛在，月头岛我绝对不买。我一般很少做决定，但是一旦做了决定，就不会改变。我看这话题就不要再说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还要去开个会。等等，月陀岛必须是我的。喂，少爷，我在海边灯塔等你，有事跟你说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大海，爆炸新闻！爆炸新闻！刚知道的消息，华少要买下月陀岛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才碰到岛上的杨经理告诉我的。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华少把岛买下以后，要驱散所有的餐饮、住宿行业的商户，还有不再接受游人。对，杨经理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你为什么把图给他？我都看到了。盛楠，我只是希望能帮我爸爸找到沉船，希望你也能帮我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明白了，是不是他用依莲要挟你？我反而不知道你要做什么。其实事情根本就没有跟你说的、跟你做的那么复杂。你们都误会我爸爸了。我怎么感觉你像突然变了一个人？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那艘沉船是我外曾祖父用生命保护下来的。作为我们家族，是有义务来继续保护他的。我真的只想帮我的父亲完成这件事情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我能肯定，他在利用你，在用亲情蒙蔽你。我们父子之间是不存在利用的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我太了解虎鲨了。这3年来，他派给我的每一个任务，都是在世界各地搜索文物的痕迹。虽然我不知道幕后的事情，但我很清楚虎鲨的办事原则：不惜一切，不择手段。抢劫和掠夺是他们的常规做法。你说的那个人是 Michael？ 你以为他只有一个 Michael 吗？他在世界各地养了几10个像 Michael 一样的人，他们有的是退役拳手，有的是被通缉的海盗，还有盗墓贼。而你的父亲，就是他们的老大。你胡说！我父亲是个正经的商人，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人。当然需要，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没有禁忌跟底线。就像现在他身边那些人，他们只认钱，只是拿钱办事。就像你一样。对不起，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对我的父亲有那么深的成见。少爷，我是参与者，我太清楚了。虎鲨以收藏家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搜罗文物，绝大多数价值连城的文物都被他贩卖。这样的做法跟海盗有什么区别？如果我父亲没有在我妈妈坟前发过誓，也许你今天说的话我会相信。发誓？
发什么誓？他说过，会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那艘沉船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对他进行掠夺。他当然不会允许别人掠夺，因为他想独吞。少爷，你被骗了。他这样做，是在偷换概念。我真的不想有一天在英国、法国的拍卖会上出现那艘船的文物时，你才明白事情的真相。我不想再听你说了。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个问题：你那么拼命地阻止我爸爸找到那艘沉船，你是不是有自己其他的目的？你真的认为我会做那样的事情吗？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那就帮你那六亲不认的父亲助纣为虐吧！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的父亲。盛楠，我警告你，从今往后，我的事情与你无关，我们的家事也请你不要管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。起相思，情人相思，怨遥夜，起相思。进来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跟盛楠吵了两句。你呢？我还不是看这首诗，看了半天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哎，哥，你就不能对盛楠姐温柔点吗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依莲，你告诉我，你觉得父亲那天在母亲的坟前发的誓会有假吗？我感觉挺发自肺腑的呀。这种事我也不确定。那如果你是我，你会选择相信父亲，还是柯勇？当时 Michael 也跟贾总谈过要收购月坨岛，这很明显就是虎鲨的主意。关键是虎鲨又上了岛，又教唆小虎鲨去收购这个岛。哎，我现在就不明白了，那大王花和 Michael 干的事儿又有什么区别？啊，英哲，你这人太实在了。我怎么了？你说你怎么了？刚才你还力挺大王花会站在我们这边呢。这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哼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唉，大虎鲨本来就已经很难对付了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对我们了如指掌的小虎鲨，那怎么办呢？柯南，爆炸性新闻！你们家大王花要收购月坨岛。谁们家的？别胡说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刚才茱莉亚亲耳听见的。哎，不是我听到的，是杨经理亲耳听到的。甭管是谁亲耳听见的，反正这事已经变成事实了啊！不过奇怪的是，Michael收购月坨岛是为了羊皮海图，可是羊皮海图现在已经被割队烧了呀。羊皮海图没有被烧。啊？那羊皮海图现在？柯勇骗了我们，他把海图藏起来了。谁呀？爸。爸，孩子们，我想去海边转转，愿意陪我去吗？我有点累了，想回去休息了。你呢？
队这么做也太神秘了吧？我觉得他太可怕了，这样的招都想得出来。科队明明把航海图给烧了，可他现在怎么还留这么一手？你确定都是你亲眼所见吗？当然，而且我还亲眼看到，他把图给了大飞。我跟花少爷把图从大飞手里抢了过来，这还会有错？那你确定海图现在就在虎鲨手上吗？刚才我跟花少爷就是为了这件事吵得很厉害。这小子现在也不来值班了，也不回宿舍住了，真不知道科队想什么呢。宁哲，不过我发现你和伊莲一样有读心术。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说自从虎鲨上了岛以后，科队的行为举止变得很怪异？没想到他们两个已经联起手来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。盛楠，你以前认识科队吗？以前，我在想，会不会科队跟你和 Michael 一样，也是虎鲨派上岛上来潜伏的？这不可能。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柯勇有他自己的问题。宁为太平犬，莫为乱世人。还不如什么自由自在的小动物，免得人世间的是是非非。伊莲啊，在我这住着还习惯吗？挺好的。哎，哎呀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女儿。这么多年来，始终没有关心你，我这心里头有愧呀。伊莲，我听说妈妈的遗言里头提起过宝藏的事儿，《望月怀远》那首诗，我怎么没听你讲过呀？你也从来没问过我。海边潮气太大，自己要多多注意哦。没什么，都已经习惯了。哎，你现在还年轻，等到老了你就知道后果了。女儿啊，从今天起，爸爸将补救你们10几年的感情债，需要什么尽管说，啊。今天晚上叫少言到别墅来，咱们开一个家庭会议。开会？一起研究一下，怎么能找到咱们自己的宝藏。我一直在琢磨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这首诗。妈妈留下的这首诗，应该是破解谜团的钥匙。只要把这首诗谜底给它破解掉，就能找着那神秘的沉船。那如果你找到了宝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会把它们全部陈列在咱们家的私人博物馆里。你是说，想把宝船挖出来？你不是说过要永远替妈妈保守这个秘密吗？对啊，而且这些圆明园的沉船是属于满清皇族的。哼，晚清皇族，他们哪一样东西不是取决于民间的？孩子们，打个比方说，如果有一个人在很久以前战乱的时候得到过一件古董，那么他把这件文物一代一代的给传了下来，作为后世的家人，你们说这件古董是不是家传宝物呢？可爸爸，您说的仅仅是一件古董，它跟整个宝船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。道理是一样的。你们的曾祖父曾经不惜用生命来保护下来的宝物，同样也经过几代人的心血保护吗？所以，
我们作为家人，作为后人，对沉船上所有的宝物，同样应该有合理的继承权。沉船宝藏跟收藏古董根本就不一样，它是在偷换概念。孩子们，你们看，这个藏宝图上的宝藏坐标，我想应该是在月陀岛的中心部位。明天早晨，我们一起去那里看一看。如果有一个人在很久以前战乱的时候得到过一件古董，那么他把这件文物一代一代的给传了下来，你们说这件古董是不是家传宝物呢？我唐纳德将会不惜一切，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月陀岛的宝船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去掠夺。你们的曾祖父曾经不惜用生命来保护下来的宝物，同样也经过几代人的心血保护嘛。所以，我们作为家人，作为后人，对沉船上所有的宝物，同样应该有合理的继承权。差点被他骗了，柯大哥说的没错，他就是要霸占宝船。不行，我得去告诉我哥哥。我负责过来柯勇，你要冷静的去跟你爸接触。哥，怎么还不睡啊？我刚刚去房间找你，没找到。我睡不着。哥，你对爸爸想把宝船挖出来的做法怎么看？我也希望他能像他说的那样，挖出来之后好好保管，不然那些居心叵测的人老惦记着他，我们也不会安心的。你是说柯队？放心吧，回头我把这个岛买下来之后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上岛了。以后这个岛就是我们家的私人领地。哥，你有没有觉得爸爸今天说的话其实是在偷换概念？我总觉得他说的话哪里不对，感觉不舒服。那是因为这艘宝船它不只是一件古董，它现在不属于任何人。爸爸想把它挖出来，就是想据为己有的。哥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楠姐跟你说的一些话，你真的仅仅觉得那只是偏见吗？一莲，说实话，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换一个角度想，盛楠说的话也有道理，可爸爸毕竟在我们面前发过誓的。我现在就是怀疑他发誓的动机。他应该不会在妈妈的坟前骗我们。你看他身边那4个人，骨子里露出的杀戮和暴虐，绝对不是好人。而且楠姐之前说过，爸爸是他之前的老板，楠姐作为执行者，应该很清楚老板的心机和动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一定会把文物弄出来，用作走私？连他自己都说，任何人在金钱面前是没有原则的。我想楠姐是不会说假话的。哥，你真的了解爸爸吗？或许我不应该把海图那么轻易的交给他。也许，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但我真的怕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如果事情最后真的是这样，我第一个不会饶过他。哟，少爷小姐，还没睡呢？你来干什么？啊，老爷找我说点事儿。哎，您跟小姐聊什么呢？哥，我困了，先去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好。小姐晚安。哎，少爷，您说您今天这事办的，不是
那一下我现在还头晕呢。那也只能怪你自己不好。我早说过了，除了我的家人，谁要是动那张羊皮海图，我就绝对不会饶过的。嗨，少爷啊，你看我跟老板这么久了，这外面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我照应着，怎么着也算半个家人了吧？再说了，这个海图我拿着，他不也是交给老板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倒挺会攀亲的。哎呀，少爷啊，我觉着吧，您对我有些误会。反正我第一次见到你这个人，我就觉得不舒服。我真奇怪，我爸爸身边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人？投缘呗。少爷，你看老板刚开始他也不喜欢我，那现在呢，所有的事儿都交给我办。少爷啊，您跟我交往太少了，这人是需要时间来了解的。我相信有一天，您和小姐都会跟你爸一样，把我大飞当成自己人。非常抱歉，我这个人很难改变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。哎，少爷，您的火机。我的东西别人碰过之后，我就不想要了。少爷，去哪儿啊？出去透透气。那得注意安全。出门之后会有2个人随时保护你，提前打个招呼，免得吓着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明天我们就到地图上的藏宝地里去了，这段时间恐怕会比较乱。您和小姐，我们都会特殊保护，当然，这也是老板的意思。那我上去睡觉了。喂，大飞哥，您要的货已经到码头了。我知道了。买家呢？有2个买家，我们已经联系好了，他们想跟老板通话。让他们等着，我到码头再说。谁呀？哥，你这是干嘛？刚才有个人打电话给大飞，他们谈到了有关买家的事情。什么时候啊？在你上楼之后，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赶过来找你。那大飞他现在人呢？接完电话就跑了。这事我们得想办法弄清楚。他绝对不会想到，他走的时候，我把盛楠给我的窃听器放在了他身上。站住！不多跟你让了，别没事找事儿。总有一天，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，让你到我妈妈面前赔礼道歉。你这个人真的挺没劲的。如果你真的是个男人的话，那我们脾气还挺投的，说不定能成为哥们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追我的女孩多了，可是我都没有兴趣，还不如你呢。至少你能给我一点挫败感。难道你这辈子就不谈恋爱、不结婚了？如果我身边一直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哥们儿陪着我，我宁愿不谈。你那么拼命地阻止我爸爸找到那艘沉船，你是不是有自己其他的目的？你真的认为我会做那样的事情吗？现在我真的不知道。
怎么一个人喝闷酒？连喝酒这种好事也不叫上咱们。娜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经过这几天的温馨相处，我们两个彻底想通了，决定弃暗投明。没错，楠姐，我们这次可是真心归顺，你可得务必收留我们呀。要想再跟着我，以后不许做任何坏事。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洗心革面了，决定重新做人。楠姐，我发誓一定改正，以酒为证。好了好了，看到你们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盛楠，只要是关系到这座岛的安危，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盛楠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就这一艘船吗？不够。不是吧，大飞哥，那古船得有多少宝贝啊？这一艘还不够啊？至少2艘，得给老爷子留点，其余的咱们全拖走。对了，买家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买家都是老爷子的下家，问题应该不大。他们都挺着急，他们想问老爷子，这批货的价值到底是多少，他们好提前做准备。如果他们再来电话，叫他们耐心等着。这一批宝贝可不是一般的文物，单凭他们的能量，不一定吃得下去。道商不是已经有买主了吗？柯勇，就凭他老婆公司那点实力？算了，还是给他们留一份吧，毕竟人家也帮咱们辛苦大半天了。一旦这船宝贝重见天日，那每一件可都是天价。哥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不会被他们发现了吧？记住，明天都给我准备好了，千万别出错。是。大飞的话你刚刚已经听清楚了，他们说的老爷子，不可能是别人。依莲，看来盛楠说的都是对的，我真的不应该把羊皮海图交给他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他在母亲坟前发的誓，居然都会是假的。哥，说句心里话，我虽然猜到了结果，但我一直抱着侥幸心理，希望事实不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他对我的好，还有他在妈妈坟前发的誓都是真的。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？依莲，无论你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哥哥都会保护你。但是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一定要秉承母亲的遗愿，无论谁要找到那艘宝船，我们都不能让他得逞，必须要阻止他。可是明天他就要带我们去藏宝地点了呀。放心吧，宝船的位置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的。那张海图在贾总手里攥了3年，不是一样也一无所获吗？还有那首诗的秘密，到现在也没有被破解，那就说明我们还有时间。依莲，你记住了，只要在宝船没有被发现之前，我们就必须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早点休息吧。现在事情都已经摆在面前了，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了吧？可大王坡要真站在火沙那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阻止他。倒是柯勇那边，要不
咱们先去问问柯队。你别闹了呀，万一那个柯勇真的对那个宝藏有啥企图，你一问不就打草惊蛇了吗？我个人觉得你说的不对，柯队应该不是那种人。嘿，我说胖大海呀，你能不能理性一点啊？不是，我跟竹竿啊，虽然跟那个柯勇没什么交情，但是现在事已至此，我们必须得防患于未然。再说了，你说这事儿如果要是败露的话，这柯勇第个把你咔嚓了。柯勇这么做，也许有他的难言之隐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我们都要做好提防他的准备。山鸡、竹竿，你们两个负责监视柯勇，但只需要远远的观察就好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明白了。你放心吧，楠姐，这跟踪的任务啊，就包在我们俩身上了。我反对。监视柯勇不用他们两个，我去就行。大海，你听我说，咱们救护队的人现在必须按兵不动，不能让柯勇跟胡沙对我们有所察觉。盛楠，你接下来有什么具体打算？情况来得有点突然，我还没有想好。但是伙伴们，你们记得我们是怎样击败 Michael 的吗？他不是被我一个人打败的，是靠我们大家。所以我相信，只要我们能团结一致，动用每个人的智慧，就一定可以将胡沙的阴谋彻底粉碎。好，就照你给我发来的定一个吧，不过一定要性能高。还有，能不能在2天之内速递到我这里呢？好，谢谢你。啊，辛苦了。老板，您看，海图上标注宝藏地点的中心位置就在这儿了。大飞，你觉得呢？这些别墅跟海边的小木屋不同，都有很深的地基，而且这些商埠、公路、码头还有人工海湾，修建的时候肯定也花过大力气的。这个地方不是早就应该被翻个底朝天了吗？就算有沟沟坎坎，也应该是重新填平的。如果地下真的有什么东西，早就应该被挖出来了。老板，我陪你到前面走走吧。哦。大飞啊，我觉得这边和这边2个地方的交叉点，正好是我们明上一个区域的那个中心点。对。哎呀，这么巧啊，唐纳德先生。贾总啊，少言跟你谈的合作项目怎么样了？好，该说的都跟我说了。看来唐先生是一定要把我这小岛吃掉啊。哎，这不是海图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3年了，我天天看着图，别说是小蝌蚪，我都能画出来。哼，你带这么多人来这儿，不会以为宝藏埋在这下面吧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太聪明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我当初买这岛，还真冲这张图。不单是在这方圆5里的地方，我都挖遍了，除了挖出淡水湖，屁都没有。所以兄弟我得出一结论：要么这图是假的，要么那宝藏就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。图是不是真的还难以确定，但既然有传说，那么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。随便您吧，岛我肯定是不卖的，你们可以在这儿随便找，只要不影响我岛上的生意，
直到找腻为止。需要的话，我再给你们派导游，费用算我的。这姓贾的，是不是在给咱们放烟雾弹呢？兰姐，柯队骑着水上摩托车往南海角沙滩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北竹竿，你和神吉立刻去南海角沙滩监视柯勇，他往那边去了。好的，兰姐。老板，如果真的像姓贾的说的那样，他把这个坐标周围的方圆5公里地方都挖遍了，那会不会是这英国佬把位置给标错了呀？欧洲的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很多地区啊。从大航海时代，他们就根据经纬度来判断坐标的技术已经很精确了。除非宝藏根本就不在这里。真的不在这儿吗？不过老板，这张图我怎么看它都像是月托岛在海上的方位图，不像个藏宝图。大飞，如果这根本就是一张月托岛的方位图呢？不会吧？他的船撞沉在什么地方，他英国佬自个会不知道？月托岛在古代叫月岛，英国人对这一片海域极不熟悉，更何况是岛屿，所以他们才雇佣中国的船夫。我猜测，藏宝和沉船的位置，英国佬应该是很清楚的。他唯一不清楚的是月托岛在渤海湾的具体位置，所以他才会在海图上把坐标出来。他肯定是认为，有朝一日就可以顺着海图坐标上的位置回到岛上，自然就会找到藏宝的位置。遗憾的是，这个英国佬回到欧洲就病死了，再也没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。我想对于他来说，也是始料不及的。那按您这样说，他标的是岛，而不是宝。那这张图对于当年的英国来说有用，而对于现代所有人都毫无意义啊。我想，它的意义就在于，它能够给予我们证明，在这个岛上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，沉睡着100年前从圆明园运出的宝藏。某个角落，这月头岛这么大，咱上哪找去啊？你说这英国人吧，也真是，他就不能把这图画得清楚点儿？就算他自己回不来，他也给子孙后代留个念想，不是？你说，这张羊皮图，除了旧点、破点、脏点，和现在的旅游图一模一样。老板啊，咱们花了这么大的精力，还不如早把这个岛买下来，多雇些人拿着探测仪满岛去搜，说不定还有发现呢。大飞啊，我还真看出这2张图有区别呀。哦。这新图上还真没这个岛。赶快给我查清楚，这个岛在什么地方。好，我就去。喂。好，我先不跟你说，10分钟后老地方见。
在这等人呢。废话，傻子都知道在等人。兰姐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已经来这儿10多分钟了，我觉得好像在等大飞。慢点，慢点。你那张图太不靠谱了。不是吧？海图有问题？不可能。兰姐，果然是大飞。但它并不是什么藏宝图，是英国佬当年画的月头岛的方位图。哼，你们不是吧？连方位图和定位图都分不清楚，我怎么跟你们这帮菜鸟合作呀？请你不要侮辱我的职业性，啊！这片海域，兄弟我已经跑了10年了。对了，你的定金到底准备好了吗？你们有没有搞错？真当我是新手，沉船的位置都没找到就要定金？不过你们放心，如果你们能交得了货，我一个子儿都不少你们。丑话说到前头，到时候如果我找到货，而你没钱，别怪我翻脸。跟你打听个事儿，在月头岛附近，除了菩提岛和金沙岛，还有没有可以停船的地儿？因为到时候我们挖到了沉船，至少需要2艘大船，最好找一个没人的岛来停靠。有，在北面，有个荒岛，没人去那儿。在哪儿？在这个位置。这都是大海，地图上没显示到。说明是个荒岛啊。其实那边呢是个大沙滩，涨潮的时候完全看不到，等退潮以后它就露出来。不过我警告你，晚上行船的时候小心点，很容易触礁。但是它叫什么岛？我以前听一个老渔夫说，好像叫天涯岛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姐，您给老爷泡的什么茶？闻着都沁人心脾呀。这是岛上刚下的，可以清热、去火、解毒。回头啊，我给你们也泡点尝尝。谢谢，小姐您人真好，我帮您送给老爷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你们去忙吧，我自己就可以了。天涯岛是，我向岛上很多老渔民都打听过了，只有几个上了年岁的人才知道这个地儿。这是楚渤海湾的最后一个沙岛，古称天涯岛。因为岛本身太小，受潮汐影响又太大，没有什么实际开发利用价值，所以在海图上并没有标注出来。这么说，宝船是在天涯岛附近沉没的？不会吧？海图上在天涯岛附近没有特殊的标记呀。于连跟我说过，百合在留给他的磁带中讲到，当时有3个人活了下来，而且以各自的文明方式记录了沉船的位置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这首老祖宗的诗，单单只有这一句，隐约含着时间和位置的指向。那这个英国佬为什么要把坐标定在月陀岛？问题就在这儿啊，大飞啊！哎，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这个英国佬对这片海域并不清楚，会不会是伊莲的外宗祖父误导了他，把天涯岛当成了月陀岛？天涯共此时。没错，很有可能是这样。
海上生明月，应该是晚上8、9点钟。当时潮涨得正猛，天涯岛一下就被淹没了，所以英国的船到了岛上以后触礁沉没。哦，如果这首诗指的是沉船时间，天涯共此时。老板，您真是太聪明了，这船肯定沉在了金沙岛啊！百合呀，你没有想到吧？终有一天，我还是参透了这句诗。当年你的祖父为了隐匿这层宝藏，煞费周折。如今我还是悟到了天涯的真正含义。这船圆明园的宝藏，注定是我虎煞的。老板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带上寻宝队，出发吧。哎，不急，现在去正是涨潮的时候，到了那儿什么也看不见。4点钟开始退潮，大飞啊，告诉大家做好所有准备，明天天一亮，全速进发天涯岛。大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给我爸跟大飞叔泡茶，哎，你们要尝一尝吗？对了，大小姐，上头吩咐，近期咱们可能会一起离岛。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这2天你就不要出门了。如果一定要出门，我和他会保护您的安全。那谢谢你们了。还有，您的手机可不可以借我用用啊？这不方便吧？还给我！你干嘛？还给我！你们这么做不怕我告诉我父亲吗？大小姐，既然你不愿意借，我只有自己想办法了。不好意思，这是大飞哥的命令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来看我这里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再来一张，亲密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好嘞，1、2、3。八哥，哎，一莲，好久不见。等我，在这儿等我，别动。OK。好。依莲，哥，这么慌慌张张的，怎么了？我胸口闷，出去透透气。留下那2个家伙，不但不让我走，还把我手机抢走了。你的也被抢走了，听说是大飞下的命令。大飞，这个王八蛋！等我上了岸找到我的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哥，我今天听爸爸跟大飞说，他们发现宝藏的秘密了。他们怎么说的？他们怕我们泄露出去宝藏的秘密，所以要把我们软禁起来。现在我们被软禁起来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也许柯队能帮我们。柯勇，你还相信他呀？就冲他偷偷拿了羊皮海图跟大飞有秘密交易这2点，我就不可能再信任他。依莲，现在你是唯一能让我信任的人了。那盛楠姐呢？难道你连她也不相信了吗？柯队最近跟大飞接触的越来越频繁了。
这个。宝船沉在天涯岛，明天清晨，我爸会带人去挖宝，请务必阻止。我刚才还在想，这么重要的事情要不要告诉柯队？可是柯队跟大飞他们有联系，我就犹豫了。还好你没有告诉柯队。按照咱们之前的分析，大家都一起经历过生死了，互相应该是最信任的。但是柯队有什么事情非要瞒着我们呢？虽然我不愿相信柯队是那样的人，可如果他的目标跟虎鲨一样，也是为了宝藏，那就麻烦了。盛楠，我之前错怪他了，他现在对我肯定是又气又恨。你去找他解释清楚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再生气的。可也得有个机会啊！现在你和我的手机都被没收了，怎么找他？再说楼下4个人，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。现在你跟我的处境，就像被困在笼里的小鸟一样。依莲，看来这一次，没有人能帮我们了。天涯岛在月头岛的北边，小时候爷爷带我打鱼的时候看见过，那是一个随着潮汐涨落而出现的沙岛，方圆1公里。虽然海图上没有标志，但是老一辈的渔民都知道那儿。八哥，你通知大海跟茱莉亚，我们现在出发去天涯岛。我那里还有一个便携式的探测仪，我们一定要赶在虎鲨之前找到宝藏。出发！你们不用去了，天涯岛上根本没宝藏。什么？那边只不过是一个沙岛，跟月头岛外滩一样，那边根本没岩石，船只没法触礁。你怎么知道？在1个月前，因为我担心 Michael 会抢走这张海图，所以我就偷偷藏起来了。最近伊莲也跟我说了这个宝藏的一手藏头诗，我就按照这首藏头诗的字面分析过，开始以为是在天涯岛。我带齐所有的金属探测器，但是什么都找不到。原来你真的背着我们大家去寻宝。事已至此，你终于承认了。你的秘密我不想知道，但请你不要阻拦我们。盛楠，我不管你怎么想的，你们现在去也没用，那边已经涨潮，什么都没有，看不到东西。他说的没错，如果天涯岛是在我们的正北方，那么海水涨潮的时候就会被淹没。既然虎鲨大队选择破晓出发，那我们也可以那个时候一起走，从半路阻截他们。你们千万不能去，因为虎鲨这次带了4大金刚来，这4个人很厉害，他们专门就是来对付我们救护队的。如果你们选择硬碰硬，吃亏的是你们。所以，你就放弃了你的立场。柯队，照片怎么解释？原来你们一直都在跟踪我。要小人不知，除非即莫为。你居然把羊皮海图还有那首诗都给了大飞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，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。一开始我就不想你们牵扯进来。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，你跟大飞私底下做交易，贩卖走私文物，这些事情跟我们就有关系。柯队，救护队的工作不光是在海上救援，还有维护海岛的治安。你们的行动已经涉及了犯罪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。别跟他说了，袁哲、八哥，你们立刻通知茱莉亚和大海，明天一早，我们去阻止虎鲨。现在就剩我们2个人了，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吗？盛楠，我真是有我自己的原因的。总而言之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宝藏不在天涯岛上面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，觉得既熟悉又陌生。这个岛上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你好像都知道，但又像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知道这个岛上面为什么来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，包括他们来的目的，我全都知道。所以你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走进救护队。救人是我必须的工作。其实，我是在等一个人，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不能告诉你。我希望你能理解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
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行事。所有阻拦我的人，我都将视为敌人。你这样做会很危险的，哥。依莲，这是我们母亲的族人用一生保护的秘密，我们绝对不能让它落到强盗的手里。而且这个强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父亲。我们必须要秉承母亲的遗愿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住他。如果保护不了，我们就毁了他。哥，明天他们一定会带我们一块儿去。你记住我的话，一旦他们找到了沉船，你就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我用船上的汽油把它一把火烧了。你这样做，爸爸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他在我们母亲坟前对我们撒谎，这是对他的惩罚。依莲，你一定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话。